创业失败后，我花500块钱租下了村里没人要的破大棚，他们都说我脑子坏了，一个个抱着胳膊等着看我笑话。这小子怕不是创业创傻了吧？这破大棚都荒了都快10年了，之前老王家、老李家都试过，种啥死啥，连块白菜都长不活，白给我都不要。可不是嘛！我看他这500块钱，早晚要打水漂。我没有反驳，转身就走。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个破大棚里竟然藏着一口能爆金币的泉洞。听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这大棚真不能租。这破地方荒了快10年了，你在城里赔光了家底，手里就剩这俩活命钱，别把最后这点家底也砸进去了。叔，合同我都跟村里签完了，手印也按了，无论是什么结果，我绝不后悔。哎呦，村长好心好意劝你，你咋还油盐不进呢？这破大棚就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，别说500块，就是5块钱租给我，我都嫌他晦气。年轻人就是不知天高地厚，以为在城里折腾2天，就以为自己都能干了，真是笑话。有这500块钱，还不如给自己买点肉吃吃，简直是在瞎折腾。他王婶儿，人家陈阳既然敢把这大棚买下来，肯定是心里有数，你就别在这说风凉话了。行了，别吵了。行吧，陈阳，既然你铁了心要找死，叔也拦不住你。到时候真赔了，可别来找村里哭。村长，我意已决，您就别劝了。都散了，没啥好看的，该回家做饭了。杨子，哥，你咋来了？今天工地不忙吗？忙啥啊？工头今天家里有事儿，放了半天假。听说你租了这个大棚，我过来看看能不能搭把手。哥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特别傻？回来租这么个破大棚，全村人都在等着看我笑话。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，不是过给别人看的。只要咱敢想敢干，就比他们强。听到表哥的话，我鼻子一酸，赶紧低下头继续拔草，生怕他看见我红了的眼眶。对了，我早上听天气预报说，今天后半夜有8级大风。这大棚的塑料布都老化成啥样了？风一吹肯定得破。你今天晚上就别回家了，在里面凑合一晚，多盯着点。我给你带了2个馒头和1包咸菜，你晚上饿了垫垫肚子。明天有空了，我再来帮你。知道了，哥，谢谢你，跟我客气啥？那我先走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奇怪，今天一滴雨都没下，哪里来的水声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纯野生的青头菌啊！城里大饭店1斤都要收100多，这么一大片，少说也有5、60斤。就这样，一场差点掀翻大棚的大风，竟彻底改写了我人生。第2天天不亮，我就把所有青头菌塞进大背篓，准备赶早去把它们卖掉。哎呦！你干什么？凭什么踢我东西？凭什么？就凭这个！今天我就明明白白告诉你，在这3乡5里，所有野山菌生意只能由我做。我劝你识相点，捡起东西赶紧滚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镇上卖不了，我就去县里。我就不信，这么好的野生菌还能烂在手里。去县里？你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县里的老板啥好东西没见过，会稀罕你这些破玩意儿？我等着看你的笑话。哎，你干什么的？我们这是高档餐厅，不是收破烂的地方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我不是卖破烂的，我是来卖菌子的。我有刚摘的纯野生青头菌。什么青头菌、红菇的，我们店里有的是。你赶紧走，再不走我叫保安了。这真是青头菌，这么多，还这么新鲜。
店长，你快出来，出大事了！咋了？出啥事儿了？我的老天爷！我开火锅店15年了，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野生青头菌。你这些菌子我全要了，你开个价。城里大饭店收都是120一斤，您要是全要，我给您100，图个长期合作。行，就100一斤，赶紧跟我进来称重。老板，来2斤卤牛肉和1只脆皮烤鸭。好嘞，您稍等。你小子的菌菇是卖不出去了，想回来求我？王老板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62斤纯野生青头菌，100块钱一斤，我卖了整整6200块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老子在这镇上垄断菌子生意这么多年，谁敢不给我面子收你的货？县里的君味火锅店老板，人家全收了。你，陈阳，你老实交代，你这些东西哪儿来的？我昨天还看见你啃冷馒头就咸菜，今天就大手大脚买牛肉，肯定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就是，我看你8成是去偷了，不然哪来这么多钱？咱们村可容不下你这种手脚不干净的人。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你们说我偷东西，倒是拿出证据来；拿不出证据，就别在这血口喷人。你都吵吵什么呢？大中午的不回家吃饭，在这扎堆闹什么事儿？村长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管管陈阳这小子，他肯定是偷东西了，不然怎么可能舍得买这么贵的东西？陈阳，你给大家说清楚，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？这钱是我靠着卖青头菌赚的，不信你们看。今陈阳卖给君味火锅60多斤野生青头菌，一共6200块钱。我的天哪，一天赚6000多，我种5亩地1年也赚不了这么多啊！就是，人家从城里回来的就是有本事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钱要是给我该多好啊！现在大家还觉得我这钱是偷来的吗？行了，既然事情搞清楚了，大家都散了，该回家做饭的做饭，该下地的下地，别在这儿扎堆嚼舌根了。这鸡油菌品相这么好，在城里大饭店1斤要200多，这么一大片，少说也有100斤，这下我赚翻了。你确定这小子真睡死了？万一他突然出来，咱俩可就丢人丢大了。放心，这小子今天跑到县里，累得跟狗一样，肯定睡得沉。我倒要看看他那破大棚里到底藏着什么鬼东西，能一天赚6000多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大半夜突然开灯晃人眼睛，你是不是故意蹲点吓唬我们？我要是睡着了，今晚还怎么看这出好戏？说，你们来我大棚干什么？我们就是晚上吃多了，出来散散步，碰巧走到这儿，拿着手电筒蹑手蹑脚的往我大棚里钻，这叫散步。李叔，这散步的方式可真够特别的。陈阳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，这路又不是你家修的，我们爱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，你管得着吗？行，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就让村长来评评理。深更半夜的，你让村长过来干什么？村长，您来一趟，有人要拆我大棚。陈阳，你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怎么了？说，我给你做主。村长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我跟老李就是晚上吃多了，出来遛个弯，路过这儿，这小子非说我们偷他东西，还拿手电筒我们眼睛。就是，我们一把年纪了，怎么可能干那种事儿？他这是故意诬赖好人。我看着他俩一唱一和、颠倒黑白的嘴脸，心里一阵冷笑，面上却不慌不忙。王婶儿，李叔，你们摸着良心说，真的是路过吗？那我倒是想问问，这录音你们又怎么解释？你确定这小子真睡死了？万一他突然出来，咱俩可就丢人丢大了。放心，这小子今天跑到县里，累得跟狗一样，肯定睡得沉。我倒要看看他那破大棚里到底藏着什么鬼东西，能一天赚6000多。这王婶平时也不像这号人啊，怎么突然变了？这哪是变了，是看人家陈阳赚钱眼红了吧？陈阳这小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肯定不会说谎，这事8成是真的。王婶儿，这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你这是合成的？是吗？那我把这段录音发给全村人听听怎么样？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别发，算婶子求你了，千万别让全村人知道。他们要是知道我干这种事儿，非戳死我的脊梁骨可。你们俩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，大半夜往人家大棚里钻，像什么话？陈阳啊，你看，他们也就是一时糊涂，这大棚也没真丢什么东西，不如就算了吧，都是一个村的。
低头不见抬头见，真闹大了，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行，村长，看在您的面子上，我可以不报警，但是你们俩必须当着全村人的面给我道歉。对不起，陈阳，是婶子一时糊涂，以后不会了。我也是，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，叔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犯，你就原谅叔吧。都散了吧，大半夜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回去睡觉。等人都走光了，我长出了一口气，靠在门框上，这才发现后背全是冷汗。杨子，出啥事儿了？我刚才在家好像听见这边吵吵，放心不下，过来看看。没事，哥，都处理完了。我刚才远远看着王婶和老李头咋从你这儿走了？大半夜的，他们来干啥？杨子，你跟哥说实话，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麻烦了？你要是真有难处，哥帮你扛着。哥虽然没啥大本事，但工地上那几个兄弟和我关系好，谁敢欺负你，哥第一个不搭理。哥，我真没事儿，就是王婶和李叔晚上散步走到我大棚这儿，我以为他们是来偷东西的，闹了点误会，现在已经说清楚了。真的，真的。杨子，你别啥事都自己扛。哥虽然笨，但哥是真心盼着你好。这大棚里要是真有什么情况，你跟哥说一声，哥帮你守着。好，哥，我有事肯定跟你说。天也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睡觉吧。那我就先走了。我看着表哥的背影，心中闪过一丝愧疚。关于泉眼的事，我之所以不告诉他，不是不相信表哥，而是这件事太过离奇。泉水只有每天凌晨的时候才会出现，白天就消失了。这万一要是传出去，谁知道会招来什么麻烦？哟，小陈，来的正好，我正念叨你呢。是吗，裴店长，那可真是我的荣幸。你这话说的倒显得我很虚伪。说吧，这次你来给我带了什么好东西？我的老天爷呀，这是鸡油菌！我开火锅店15年了，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鸡油菌，个头大，颜色正，水分足，这品相简直绝了。小陈，叔问你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这些稀罕物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裴叔，您别打听了，我有自己的门路，这些保证是亲手采摘，品质这一块，您要是发现有一点问题，我全额退款，白送给您都行。行，只要你每次都能保证品质，我就不打听哪儿来的了。此外，我还打算跟你签个每日配送合同。每日配送？对，你有多少我收多少，鸡油菌、青头菌，不管什么菌，只要是这个品质，我全要了。价格按当天市场最高价走，绝不让你吃亏。裴店长，您爽快，我也不拖后腿，我陈阳保证每天准时送到，品质绝不打折。要是有一天货不对版，您当场拒收，我绝无怨言。好，有魄力。你看看，这样写行不？君味火锅店每日收购陈阳所供野生菌菇，按当日市场最高价结算，货到付款，不得拖欠。每日配送，这意味着每天都有稳定收入。只要泉眼还在，我就再也不用过那种朝不保夕的日子了。行了，这80斤鸡油菌按250一斤算，2万块。从明天开始，你每天早上8点准时送到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咋了？有困难？裴店长，有件事儿我一直没好意思开口。裴店长，有件事儿我一直没好意思开口。说，跟我还客气啥？咱现在可是合作伙伴。裴店长，我每天来回挤公交，君子在背篓里颠一路，品相都糟蹋了不少。眼下天还不算热，再等2月入了伏，这菌菇捂上几个钟头，非得闷坏不可。到时候送过来的货不新鲜，您收了也亏，我心里也过意不去。就这事儿，小刘，把咱后院那辆旧面包车的钥匙拿来。好嘞，店长。老板，给。这车跟着我跑了6年，拉货没少出力。如今我换了新的，这车闲着也是闲着。你先开着，油钱算我的，就当是我预付的货款。等往后你挣了大钱，再还我也不迟。裴店长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咱们才合作没几天，您就这么信任我？小陈，我比你多活几岁，看人这方面也有自己的心得。你这孩子眼神干净，做事利索，君子更是没得说。我信你。再说你货送的及时，送的新鲜，我生意才红火，这叫双赢。拿着，裴店长，您这份恩情我陈阳记下了。我给您打个借条，这油钱连本带利，1年后我1分不少还你。借条不用打，你要是真想报答我，就把君子的品质一直保持住，比啥都强。裴店长，您放心，我陈阳要是有一天货不对版，您不给我钱，直接让我滚蛋就行。好，
有这股劲儿，你小子将来必成大器。签完合同后，我和裴店长在店门口又聊了几句，随后我开车离去，全然没注意到街角那条阴暗的巷子里，有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我们。面包车，老子在镇上混了10几年，从骑自行车到骑3轮，再到买了辆破摩托车，哪一步不是拿命拼出来的？凭什么？他一个回村种地的毛头小子，凭什么有人借车给他？这店长也是，老子给他送了10几年的货，他正眼都没瞧过老子一面。这陈阳才来了几天，他就把车都给了，老子咽不下这口气。我的天，竟然跟丢了！哎，你不是镇上菜市场那个王老板吗？我都盯着你好久了，你鬼鬼祟祟跟着陈阳干啥？大婶，您眼神真好使，我想跟您打听点事儿。打听啥？那个陈阳，他卖的菌子到底从哪儿弄的？凭啥裴店长那么器重他？王嫂一听是来打听我的，脸上立刻备满了酸意和敌意。哼，那小子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一个破大棚竟然让他鼓捣出名堂来了。大婶儿，我看你也瞧他不顺眼吧，不如咱俩联手，让他这买卖做不下去，到时候他倒台了，好处少不了您的。你想咋弄？他有一个干工地的表哥，可不好惹。大婶儿，我王虎在镇上混了这么多年，靠的是脑子，不是蛮力。我打听过了，他卖野生菌，虽然品质好，但是来路不明。咱们就在镇上散布消息，说他那菌子是从毒蘑菇堆里掺着卖的，吃了轻则拉肚子，重则进医院，这样他的菌子就再也卖不出去了。人家火锅店店长也不是傻子，能信？火锅店信不信不重要，关键是顾客们信啊。我认识那家火锅店几名老顾客，到时候让他们装自己在火锅店吃坏了肚子。您想想，火锅店最怕什么？怕的就是食品安全出问题。一旦闹起来，他们为了自保，肯定不敢再收陈阳的货。这招高啊！那我需要干啥？您是村里人，比我了解情况。到时候您在村里也散布消息，就说有人吃了陈阳的菌子，中了毒，让村里人都不敢帮他。我们里应外合，让他在镇上卖不掉，在村里也找不到帮手，看他怎么办。行，这事儿我干了。我早就看那小子不顺眼了。大婶儿，事成了之后，我那边的菌菇生意恢复正轨，少不了您的好处，每个月给您500块，咋样？500？你当我是要饭的？800？行，800就800。王府的阴谋如期展开。这天早上，我刚开着面包车到火锅店门口，就觉得气氛不对。你们这店怎么回事？昨天吃了你们的菌子火锅，我媳妇儿回去拉了整整1夜。就是，我妈也中招了，上吐下泻，现在还躺床上呢。你们必须给个说法。我听说你们最近换了个供货的，那菌子来路不明，肯定是毒蘑菇。各位，有话好好说。我们店里的菌子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没问题？那为啥我们吃了都拉肚子？你是不是收了黑心供货商的烂菌子，坑我们消费者？裴店长，这是怎么了？小陈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几天来了3波客人，都说吃了你的菌子拉肚子。虽然我不信你的货有问题，但这事儿闹大了，对店里影响太坏。听了裴店长的话，我脑子嗡的一声，瞬间一片空白。过了好久之后，我才恢复了理智。裴店长，我的菌子您每天亲自验收，有没有问题您最清楚。我自己也吃，我表哥也吃，从来没人拉过肚子。我知道。可现在客人在闹，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，我这边压力也很大。你先把今天的货拉回去，等我查清楚了再说。裴店长，这明显是有人故意搞我。就算是有人搞你，我也得先把眼前的场面应付下去。你先回去，等我消息。就这样，我的菌菇生意一夜之间被逼停了。我垂头丧气地往回开，路过村口老槐树时，看见王婶正和2、3个村里的妇女凑在一起嘀嘀咕咕的。王婶儿，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？
没啥，聊家常呢。陈阳，王婶说吃了你的菌菇会拉肚子，让我们都别买你的菌菇，白给都别要。就是，姐可是从小看你长大的，我相信你不会这样干的。你们胡说什么呢？我啥时候说了？王婶，我在镇上火锅店的事儿，你咋知道的？你这消息灵通的啊！我听说的，村里人都传开了。村里人传开了，那您跟我说说，是谁第一个传的？我家里还炖着汤呢，不跟你扯了，我得回家赶紧看锅去。我看着王婶慌慌张张的背影，心里已经明白了7、8分，这99%都是人为的。王婶一辈子都待在村里，和外面没什么联系，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呢？那个人好像是王虎。裴店长，您认识王虎吗？认识啊，怎么了？你给我供货之前，他给我送过几次货，一开始质量还行，后来越来越差，甚至有坏的，我就跟他终止合作了。难道他找你麻烦了？没什么，就是随口问问。您先忙，我挂了。王虎，又是你！之前砸我摊子还不够，现在又玩这种阴招，真是可恨。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得想个办法，既能证明君子没问题，又能让王虎的谣言不攻自破。有了，既然他说我的菌子有毒，那我就亲自采摘，亲自吃给大家看。反正全爷每天凌晨才出现，白天不怕大家来参观，不光我吃，还要请村里最有威望的长辈一起吃，让所有人亲眼见证我的菌子到底安不安全。王虎，你想玩阴的，我偏不遂你的愿，就要光明正大的接招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先找了个除草机，把大棚里和大棚周围的杂草都割了。这些原来都是我的障眼法，现在留不得了。小陈，你这个办法靠谱吗？裴店长，我知道您有顾虑，但您想想，现在那帮人说我的菌子有毒，我空口白牙解释没用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当众证明。我请您还有店里那几个闹事的客人一起来我大棚，我现场采摘，现场烹饪，现场让大家吃。如果我的菌子真有问题，我陈阳二话不说封棚走人，这辈子不再做菌菇生意，并且还会如约赔偿大家。好，我信你，我这就去联系那几个客人，明天上午一起去你村里。第二天上午，太阳刚升起，我的大棚外面就热闹起来了。裴店长带着3个闹事如约到来，王虎居然也混在人群里，王婶倒是小心翼翼地躲在村民们的后面，不敢往前凑。各位，在你们来之前，我已经把我的菌菇拿去做了检测，大家也看到了，检测结果是绿色安全的。但是俗话说，要想知道梨甜不甜，就要自己尝尝。今天我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，证明我的菌子到底安不安全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我的菌子生长的地方，没有任何人工添加，没有农药，没有化肥。这朵菌子刚从土里长出来不到6个小时，新鲜的能掐出水来。现在，我现场给大家做一锅菌菇汤。谁要是吃了有问题，我陈阳今天就把大棚烧了，并且10倍赔你们的医药费。好香啊！是啊，真香。现在汤已经炖好了，我先替大家尝尝。我已经喝完了，如果有毒我先倒下。在众人复杂的表情下，2个小时过去了。这2个小时内，我安然无恙。此时，王虎和王婶的脸色异常的难看。村长，您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人，您尝尝。鲜，真鲜！我这辈子没喝过这么鲜的汤。这也太好喝了，比我之前吃的任何菌子都鲜。是啊，这味道真的是只应天上有。早知道我就不……早知道什么？早知道就不帮王虎撒谎了。3位，你们那天吃的菌子真的有问题吗？还是有人故意要借刀杀人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菌子每一批送货，裴店长都留有样品。如果真有客人吃出问题，咱们可以拿样品去任何检测机构化验。如果样品有问题，我承担一切责任；但如果样品没问题，那就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。没错，陈阳送的每一批货我都留着样品的。那天你们来闹，我就怀疑有问题，样品一直冻在冰柜里，随时可以去化验。王虎，你往哪儿走？王虎，这事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？老王婶子，你跑啥？这事你也参与了？王虎，你砸我摊子、跟踪我、造谣我，这些我都可以忍，但你拿裴店长的信誉当筹码，这招太脏了。
陈阳兄弟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就是眼红你赚钱，我心里不平衡。我在镇上混了10几年，从来没像你这样被人高看过，我鬼迷心窍了。陈阳，我求你了，饶了我这一回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找你麻烦了。你们等着法律的制裁吧。随后，村长当场报了警，治安员将王虎、王婶3位闹事的顾客都带走调查了。从那以后，我的菌菇就在全县出名了。全县的人纷纷来找我订货，我也很高兴。但是突然有一天，我发现凌晨的时候，泉眼再也没有出现，我彻底傻眼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出来呀！你出来呀！小陈，货备好了吗？我们火锅店明天周年庆要追加了30斤菌菇，看到回个话，别让我着急。杨子，这么晚了还没睡？哥，你来大棚一趟吧，我有话想和你说。好。杨子，你这是咋了？出啥事儿了？跟哥说，是不是又有人欺负你了？你到底咋了？快说啊，别吓哥啊！哥，我要跟你说件事儿，一件我一直瞒着你的事儿。啥事儿？我这个大棚里，以前有一口泉眼。泉眼？啥泉眼？每天凌晨，大棚里冒出一口泉，泉水流过的地方会长出各种各样的野山菌、青头菌、机油菌，品质都很好。你说啥？每天凌晨自动长菌子？我卖的那些菌子，就是从这里长出来的，就在这儿。昨天还有，今天没了。所以你小子之前赚钱全靠这口泉口？我本想等时机合适了再告诉你，我怕你不信，怕你觉得我在说胡话。我信，你从小就不会撒谎，你说有泉眼那就有。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跟裴店长签了每日配送合同，除此之外，全县的酒店都在等我供货，我没有菌子了。陈阳，你给我站起来！你看看你现在这副德行，像什么样子？一个男人遇到点事儿就坐在地上哭鼻子，真丢人。哥，我没有菌子了，我拿什么交货？我拿什么还钱？裴店长赊给我的面包车、金鼎大酒店的合同全完了。我问你，你没遇到这口泉眼之前，你是怎么打算的？你花500块租这个大棚的时候，知道这里有泉眼吗？不知道。那你当时想干啥？我当时就是想种点东西，种菜也行，种蘑菇也行，总比在城里混吃等死强。对，那时候你啥都没有，就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。现在呢，你有了面包车，有了合同，有了名气，反倒怂了。泉眼没了是好事，好事。是，就是好事儿。杨子，你仔细想想，你这辈子打算就靠这一口泉眼吃饭，他能给你一辈子。今天他没了，你就慌成这样。要是明年他没了呢？后年呢？你打算一辈子指着老天爷赏饭吃？表哥的话让我哑口无言。这些事我从来没认真想过。人做事儿就得脚踏实地。这泉眼不再出现也好，咱自己干。咱不搞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了，咱自己搞大棚，自己种蘑菇，轻便，靠自己的双手发大财。自己种。可我没种过蘑菇啊！谁天生就会？哥在工地搬砖，一开始连水泥和沙子都分不清，现在不也是老师傅了？不会可以学，没人可以请，只要你想干，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。我看着表哥那双粗糙的大手，那双在工地上磨出老茧的手，鼻子一酸，但这次不是因为绝望。好，哥，我听你的，咱不搞野生菌了。野生菌靠天吃饭，不稳定。咱种香菇，香菇市场需求大，1年4季都能种，价格稳定，技术含量也不高。你去请个专家来，从头学起。专家？我上哪儿请专家？咱村的谢大妈年轻的时候种过蘑菇，但是规模还不小，但是后来家里出事儿了，就没有再种了。你去找她拜师吧。好，哥，我这就去。这就对了，这才是我认识的陈阳。摔倒了爬起来，拍拍土，接着走。哥，谢谢你。客气啥？咱俩谁跟谁？走吧，先回去睡一宿。明天哥陪你去县城，先找人家甲方们赔钱，然后咱们一起去找谢大妈。好。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赵磊就骑着电动车来了。我揣着钱，开着裴店长赊给我的面包车，跟着表哥往县里赶。杨子，手别抖，稳着点开。哥，这是我拿驾照以来头一次不敢开车，我真怕裴店长骂我，怕也得去。
欠债还钱，欠情还义，这是做人的本分。裴店长是敞亮人，你把实话跟他说清楚，就算他生气，也不会往死里逼你。杨子，记住哥的话，今天不管裴店长和其他甲方说啥，你都得受着，哪怕他们指着鼻子骂，你也得陪着笑脸。这是咱欠人家的，知道不？知道。小陈，你可算来了，昨晚咋不回信息？裴店长，我对不起您。这是咋了？说话呀！裴店长，这是违约金，按合同每日配送中断要赔3倍定金，这里的钱您点点。小陈，你这是干啥？裴叔，我得跟您说实话，之前卖的那些野生菌，不是我从山里采到的，是从我大棚的一口泉眼里长出来的。每天凌晨，泉水流过的地方，就会冒出各种各样的野生菌。泉眼还能自动长菌子？是。可这几天泉眼突然没了，我没了菌子，交不了货了。裴店长，我知道骗了您，对不起您的信任。这钱是违约金，面包车我一会儿就还您。您要是还不解气，打我也行。裴店长，我是陈阳他表哥，我这弟弟年轻不懂事，走了偏门，但本性不坏，这次是真心来认错的。泉眼没了，他的菌菇生意断了，可他没跑没躲，第一时间就来道歉赔钱，就冲这一点，说明这孩子还有救。小陈，这钱我不要。裴店长，这怎么行？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我必须赔。合同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小陈，我开火锅店15年，啥人没见过。你虽然瞒了我，但送来的菌子品质是真的好，这我没法否认。你年纪轻轻，白手起家，靠着一口泉眼能闯出这么大的面子，说明你小子有脑子，有胆量。这次泉眼没了，是你命里的坎，但不是你的终点。这违约金我不要，面包车你也继续开着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裴店长，您说，100件我都答应。以后你要是还想搞菌菇行业，只要你有货，并且品质合格，我这儿就收。裴店长，您还愿意跟我合作？为啥不合作？你小子有韧劲儿，有良心，这年头有良心的人不多了。去吧，回去好好干。裴店长，谢谢您。行了行了，别整这些虚的，回去吧。我和表哥走出火锅店，阳光正好照在脸上，我攥着那个信封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接下来，我和表哥去拜访了其他甲方，纷纷给人家赔了款。当我们从最后一个甲方的店里出来时，我深吸了一口气。赔偿完了，走，回村儿，咱找谢大妈。谢大妈今年65了，早年老伴走了，儿子在外打工，一个人过了10几年。谢大妈，谢大妈您在吗？谁呀？哦，陈家小子啊，有事儿。谢大妈，我能进去跟您说说话吗？进来吧，坐，喝茶自己倒。说吧，啥事儿？我这人不喜欢拐弯抹角。谢大妈，我听说您年轻时种过蘑菇。种过，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家里穷，我想着种蘑菇能卖钱，就学了技术，在自家后院还搭了2个棚，挣了点钱。后来老伴病了，我把棚子拆了，卖了所有设备给他治病，钱花了，人也没留住。从那以后我就不碰蘑菇了。谢大妈，对不起，提起您的伤心事了。没事，都过去20年了。你问这个干啥？你也想种蘑菇？是，我想跟您学。谢大娘，我现在想自己种香菇。我表哥说您是全村的蘑菇专家，让我来找您拜师。拜师？我哪是什么专家，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太婆罢了。现在的年轻人，谁还愿意学这个？谢大妈，我弟弟是真想学，他不是闹着玩的。我弟弟有股子韧劲儿，能吃苦，
他不是那种眼高手盯的人，您教他的东西，他一定能学会。韧劲儿，能吃苦。小子，这种蘑菇可不是1天2天的事儿。一个香菇从制棒到出谷至少要3个月，你要天天守在棚子里，调温度、控湿度、防杂菌，一步都不能错。你能受得了这个罪？能。好，这话我爱听。既然你有这个决心，那我就教你。但咱们丑话说在前头。好，您尽管说。第一，我的话就是命令，让你干啥你干啥，不许顶嘴。第二，种蘑菇是个细活，马虎不得。你要是敢偷懒，我立马撵人。第三，学成了是你自己的本事，学不成别怨我。谢大妈，这3条我都答应。好，咱们开始学种菇。就这样，谢大妈开始每天雷打不动地教我种蘑菇，我也耐心地跟着她学习。这天清晨，我像往常一样推开大棚门，眼前的景象让我瞬间怔住。菌棒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小凸起，状如小米粒般晶莹剔透。谢大妈，菇蕾，长出菇蕾了！我的老天爷，这么多啊！好，菇蕾密度适中，大小均匀，这可是好兆头。接下来得把湿度维持在85%到90%，温度控制在15到18度，通风要良好，但不能有对流风。谢大妈，那我现在该做些什么？喷水要用雾状水，每天喷3到4次，保持棚内湿润，但千万不能直接喷在菇蕾上，容易烂。就这样过了1周，那些小米粒似的小凸眼长成了一朵朵小香菇，伞盖越来越圆，越来越厚实。我站在大棚里，望着满棚的香菇，眼眶不知不觉湿润了。哥，你看，这是我种出来的。杨子，哥真为你高兴。这些香菇，每一朵都是你用汗水浇灌出来的。谢大妈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这都是你自己的功劳。我教过不少人，但像你这么上心肯吃苦的，真不多见。行了，别光顾着高兴，香菇长成了，该采摘了。采摘也有讲究，不能硬掰，得轻轻旋转，连柄一起采下来，这样既不伤菌棒，还能再出第2茬。好，我这就去采。等我们把第1批香菇都摘下来时，我们3个人相视而笑，笑声在夕阳下传得很远很远。